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刚才一个同行的朋友打电话问我，他维修了一台柜机空调，但是那个空调不自动化霜，转个几个小时以后，室外机就被霜糊住了，然后这效果就不行了。他问我是怎么回事。其实空调化霜需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。以前的老式空调基本上是通过管温或者是时间设定进行化霜的，就是有的空调正常一般45分钟到1个小时就自动化一次霜，它不管管温高和低，就是强制性化霜。这种也是老式空调，这种化霜模式好是好，但是比较费电，因为有些情况可能不需要化霜，但是它就定时了，只要制热到了40-50分钟，它就化霜一次，特别浪费能源。现在大部分空调都是通过管温控制进行化霜的，因为制热内机蒸发器片上有个管温，正常情况如果空调室外机不结霜的话，也不缺氟，它制热效果会比较好，所以管温的地方温度一直很高。当空调主板感觉到管温的温度有所下降，而且降得特别低的时候，就说明出风口吹出来风就不怎么热了，这样空调就进入化霜程序。因为在不缺氟的情况下，只有外机结霜了，才会造成制热效果不好。所以说，如果管温的组织出现变化，也会出现空调不化霜的情况。因为管温组织变化以后，电脑板一直以为管温特别高，所以它就一直不化霜，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室外机的风机不转。因为管温高了以后，室外机的风机就停止运转了，那时结霜会更加厉害。所以像空调不化霜的问题，咱们首先要检查内机的管温传感器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因为咱们干空调维修的，经常会修到有些空调已经被人修过很多次了。我都遇到过维修一个柜机空调不化霜，去了以后一看，空调的管温探头被更换过，而且管温探头被直接绑在了空调的粗管上。正常管温探头应该放到内机的蒸发器片上，但是有的维修工图省事，因为放到里面需要拆内机的外壳比较麻烦，所以他就把管温直接绑到内机的粗管上。这样的话，空调能制热，但是它感觉温度不一样，因为空调的粗管是外机进来热量最高的地方，还没到内机蒸发器片，所以那个地方的管温特别高。即使吹出来的风不是太热了，但是出管的管温依然很高，所以空调就以为管温正常，不需要化霜。但是此时吹出来的风已经不怎么热了，室外机已经被霜结满了。所以遇到这种因为以前维修造成不化霜的问题，咱们直接可以把管温给它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，基本上就能解决。而像现在的变频空调，它的化霜一般受多方面控制，一方面是受内机管温控制，第二个就是在外机蒸发器片上也有一个温度传感器，它会感觉蒸发器片的温度，如果外机蒸发器片特别冷，它就会进入化霜状态。所以定频空调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变频空调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，因为传感器多嘛，光室外机就3个传感器。所以说遇到室外机不化霜的问题，一般主板都不会坏，大部分就是传感器的问题。以上的见解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如果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一起探讨。在这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维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，直接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尽量不要发私信，因为私信的话我没有时间看。如果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如果我解决不了，别的网友看见了也可以帮你解决，这样可以更快速高效的回答你的问题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